唉，可是如果是这样，我又为什么会被传送到这里？布朗尼亚也想不明白。苏珊娜，你说自己出现在这里之前是上班打了一个盹儿，那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帮长光大人准备实验。不久之前，天命刚刚完成了千劫一城的修复工作。在开始新的实验之前，我们需要有人打扫一遍神之剑的内部，确保没有任何妨碍实验的东西留在里面。说实话，那里面空气完全不流通，又闷又热。我只是举累了胳膊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就一不小心睡着了。然后你一觉醒来就到了这里？对啊，难道说是神之剑的力量在冥冥之中？这件事或许有其他更单纯的原因，但目前我们证据不足，讨论它或许也只是浪费时间。之前你还提到这里的通信器材全都坏了，那又是什么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做过简单的测试，应该是器材里的一些集成电路被烧坏了。我本来还想修好它们之后就可以和外界恢复联系。这也是适合计划的影响之一吗？还是说……这么说来，布罗尼亚，你不是理之旅者吗？修理这种东西应该算手到擒来。是这样吗？不，布罗尼亚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们可以试试看。原来如此，虽然外形完好，但内部的关键元件却损坏得异常严重。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没有修好的希望了。不过，凭借理之律者的新状态，修好它或许并不困难。真的吗？先不要擅自期待，布朗尼亚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尝试。启动了！看来一切顺利。不过，就算如此，这机器似乎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整个地球空间都在被圣痕计划重组，普通的通信设备又能联系到谁呢？750-620-570，找到了！这台仪器上有495信道。你在找什么？495信道，这是过去天命和逆商对峙期间，奥托主教和普朗克教授为了避免彼此擦枪走火而使用的特殊信道，又叫做大西洋电话。这两个过去的人又关现在的我们什么事？因为只要天命总部还在运转，那里的人们就有可能通过495信道和我们建立联系。啊？苏珊娜，真的是你吗？而且还是和凯安娜他们在一起。布朗尼亚、希尔，当然还有苏珊娜，好久不见，你们都没事，真是太好了。你是不灭之刃的亚尔维特？当然，天命唯一指定工具人在此报道。我们的情况，你已经通过苏莎娜的描述大致了解了。天命总部的情况，
现在又如何？为了在突如其来的空间异变下维持天命总部的存在，丽塔大人、长光大人、琥珀大人都在第一线指挥，确保对虚数入侵的防守万无一失。另外，逆商方面，我们也和盐湖基地建立了基本的联系。目前，瓦尔特先生、爱因斯坦博士、特斯拉博士等人正在那里奋战。德丽莎呢？你们知道她的情况吗？没有，德丽莎主教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我们甚至无法侦测他是否已经从太空返航，而且在盐湖基地，除了希尔之外，罗萨莉亚和莉莉亚也下落不明。从监控画面来看，他们在空间变异发生前的10分钟偷偷溜出了盐湖基地。根据人工智能对他们口型的分析，两人应该是打算偷偷去便利店买蛋糕吃。这两个白痴！希尔，现在发泄情绪恐怕也于事无补。亚尔维特，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安排天命、逆商，还有身在海渊城的我们举行3方会议。你可以安排吗？我会尽一切可能想办法。那么事不宜迟，苏莎娜，你留在这里和亚尔维特继续保持沟通。我和希尔去分头通知其他人，争取半小时之后就能组织起3方会议。大家没问题吧？没问题，这也是为了迎接幽兰戴尔大人与素商大人。只要天命和逆商凑得出人就行吧。不过这应该叫人不可貌相吗？苏莎娜，你还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希尔，注意礼貌。凡人皆有所长，行了吧？尽管天命和逆商的核心成员暂时无法悉数到场，但在如今的局面之下，有这样的一场3方会议已经弥足珍贵。好了，鸡窝头，你就别客套了，我们赶快开始聊正事吧。那么，这次的会议就交给特斯拉博士来主持，如何？这样应该可以确保简洁高效。行吧，反正我自己多说几句倒也没差。提安娜，现在集结在海渊城的人有你、牙医、布朗尼亚、福华、希尔、石之律者，还有不知为何出现在那里的苏莎娜，这个没错吧？就是这样。根据我们之前互相同步的基础情况，你们大多数人先前都被圣痕计划封印在了月球，最终通过前文明的星门才返回地球，到达了海渊城。不过，如果仅凭这一点，倒还不足以说明海渊城的状态。比如说，天命那边有人能解释一下，苏莎娜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吗？报告特斯拉前辈，苏莎娜是我通过千界异城发射过去的。等等，千界异城，那东西启动起来不是非常麻烦吗？怎么会这么凑巧？当时我们打算进行一些与千界异城有关的实验，由苏莎娜负责打扫神之剑的内腔。当空间的异变开始发生时，由于事态紧急，我来不及通知苏莎娜或者其他人，就让神之剑自主选择了地球上当前最稳定的空间，把它优先发射了出去。毕竟，如各位现在所见，由于圣痕计划的影响规模过大，我们此后就暂时失去了使用这台神之剑的机会。总觉得你又省略掉了什么。不过，无论如何，在地球表面遍布虚实入侵的当下，与量子之海关系密切的海渊城，的确是一处难得的稳定场所。但是，现在的问题可能在于它的稳定性，在某些方面也会成为你们的阻碍。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海渊城作为前进基地来说就非常糟糕。从虚数空间的角度来讲，它距离前线实在太过遥远，更适合作为一种大后方，而不是前沿战线而存在。所以，博士的意思是，我们接下来要想办法开辟新的战场。是这个道理。不过，具体要怎么做，我们还需要长光那边来想想办法。特斯拉前辈指的是千界异城吧？
其实我听说，就在刚才，提安娜这边也稍微做了些准备工作，不如大家一起来核对一下。说是准备工作，其实也只是从虚数空间的角度试图寻找一些路标而已了。但不是已经有所收获了吗？可我们只是……原来如此，对天命和逆商来说，现在连捕获这种程度的路标都很难做到，对吗？很遗憾，确实如此。另外，基于目前的情况，我们也并不推荐你们直接定位到盐湖基地或者天命浮空岛。这里是圣痕计划正在集中力量侵蚀的区域，对我们来说更适合进行防守，而不是进攻作战。所以，尽管你们只是非常模糊地感知到了圣弗雷亚学园所在的空间，对我们来说也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可是，提安娜是觉得自己很难给出具体的信标吗？那只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甚至让人不免觉得朦朦胧胧像一种梦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动用律者全能检视虚数空间，无论向哪个方向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与圣弗雷亚有关的朦胧信息也始终在背景里存在。这简直就像宇宙背景辐射。宇宙背景辐射是什么？提安娜，你还真的没有好好上过女武神的文化课啊！好啦，特斯拉前辈，宇宙背景辐射也不属于会被收录在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啊。提安娜，你听说过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吧？是说整个宇宙在过去可能只是一个点，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膨胀，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而所谓的背景辐射，就是那场大爆炸所发出的第一缕光。由于在这些光诞生的时候，它们瞬间充满了整个狭小的宇宙，所以在经历过宇宙暴涨的现在，它们就变得无所不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又继续向不断膨胀着的宇宙深处飞去。可这样说来，特斯拉博士、长光小姐，你们难道是在猜测，圣弗雷亚就是地球上最初被圣痕计划所吞噬的区域之一？虽说最初的说法肯定不够严谨，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背景辐射，它一定是在圣痕计划刚刚开始大规模影响世界的时候就被卷入其中。只有这个原因，才会让你无论向哪个方向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都会感知到它的存在。而既然如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最初的突破口，那么借助空之律者的全能，收复圣弗雷亚并不困难。不仅如此，一旦做到了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利用它在圣痕计划中这种接近背景辐射的地位，将它打造成帮助大家夺回正常空间的桥头堡。如果说凯文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么在那之前，我们首先要尽可能的争取把地球恢复原状。这不仅可以削弱对方的力量，也能确保在终结圣痕计划跨越中烟之后，地球不会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把地球恢复原状，这的确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从道理上讲，圣痕计划怎么做，我们怎么反着来就好。虽然令人意外，但针对目前的这个异变，我们很容易做出逆向工程的方案，大概也就再花1-2天的时间吧。这么快吗？是啊，我刚才不是还说吗？令人意外。不过显而易见，这里还有个效率的问题。即使我们已经拿到了逆向工程的方案，推进它的效率也肯定比不上手握中烟之力的凯文。所以，我们后续的行动多半会围绕2个方向展开。其一，是怎样发挥普通人的作用，想办法用人数弥补这种可以预见的效率不足。其二，就是想办法把所谓的中烟之力也掌控到我们自己手上。我知道这2个方向听上去都有些天方夜谭，但如果我们决心同时克服圣痕计划和中烟律者这2重考验，这些就都属于必须做到的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之后如何，我们确实不能龟缩在海苑城，必须开辟出新的战场。而圣弗雷亚
就是目前来说最有希望的一个选择，对吗？其实就在刚才，在笔记本上重新盘点我们目前的态势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种制造突破口的方法。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不过是闹钟出故障了吗？看起来其他人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起来了。今天之所以没人叫醒我，是因为之后要正式开始实施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所以大家想让我休息充分，睡到自然醒吗？那么下楼之前，就再回顾一遍计划的所有步骤吧。第一步，利用海渊之眼和大家增筑的通信装置，联系到此时刚好返回地球附近的幽兰戴尔和李素商。第二步，和他们会合之后，通过空之律者的力量，引导须弥芥子将圣弗雷亚的零散信息在所有维度上都尽可能标记下来。第三步，借助虚数重整化的技巧，将这些零散信息在独立的维度上整合为一体，获得具体而稳定的信标。而最后一步，就是根据这个信标，将我们的战力投送过去，直面虚数入侵，并发起反击了。而这每一步的成功率，恐怕也都与我的发挥密切相关。没关系，只要用平常心应对，这些事情对律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困难。是啊，何况这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达成了。幽兰戴尔，你们已经回来了？半小时前刚刚赶到，托大家的福，导航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素商这会儿已经去补觉了。哦，你是不是连续2天都没有休息了？不要紧吗？不要紧，天命有很多可以支撑女武神通宵作战的技术。至于让素商先去补觉，但我却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计划的第二步，不就正需要须弥芥子吗？话虽如此，好吧，我明白了。不过执行完这个计划之后，你也要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啊。这件事，丽塔也已经叮嘱过我了。那就好。所以，事不宜迟，我们这就下楼。好呀。我听说这些临时的通信装置都是在这2天里面由 Bronya 使用理智律者的力量架设出来的。其实也少不了苏珊娜的努力哦。如果没有她，即使我们还能联络到其他人，在设置这些通信装置的时候，也会很难把握千界一城所需要的规格。按照 Bronya 的说法，在那种情况下，协助你们精确定位海渊城的难度就会大很多。的确，不过长光把它发射出去的行为还是太鲁莽了。虽说这很可能就是他们2人的特色。幽兰戴尔大人，我们正说到你呢，苏珊娜。再说，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幽兰戴尔和李素商可能就不会这么顺利的抵达海渊城了。我也只是做了一些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呀。但这并不影响大家想要感谢你的心情嘛。是啊，干得漂亮，苏珊娜。苏珊娜一定会加倍努力。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开始计划的第2阶段吧。我要在这里张开须弥芥子吗？当然，我们也要和爱因斯坦博士保持联系，他会一步步指导我们具体的做法。